轩，美国在发生了保守派的这个所谓的评论员科克被杀的事件之后，现在美国在哀悼他之外，现在更掀起了一波清洗潮。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就会知道，现在的波士顿街头，川普他是真的乱世用重点，真的杀到底的。现在美国呢对境内所有川普他所下的指令都是采取铁血政策、铁腕政策。为什么？因为 ICE 呢，事实上最近他们在大幅度的逮捕全国各地的移民，但没有想到呢，特别是 Boston 这个地方现在有大批的群众跑出来街头上面抗议说，你不可以这样欺负这些移民，移民也是我们的国民，移民我们要在乎他。多数都是些民主党这些自由派的分子结果你知道吗？他的代理局长叫 Todd， 他有说什么？说你抗议是不是你示威是不是好，我们的行动就办在波士顿，你在哪里抗议，我就在哪里跟你对抗。太狠了吧！所以他就举办一个活动，叫做爱国者。他暗示什么？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爱国，这些移民呢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国民，所以开始在大幅度的逮捕。但你知道他逮捕可怕到什么程度吗？非常的粗暴，比如说在当街在母亲节这一天在母亲节是很欢欣的鼓舞的日子，结果有一个移民，他是墨西哥人，他就跟着他的家人一起要去教堂礼拜，然后结果你看糟了，直接被压制我管你跟你家人，我管你是去教堂，我直接呢当街先破你的窗，再把你的人直接从车子里面拖出来，拖出来之后我就压在地上，你敢不从我就揍你，就这么简单。而且这也太狠了，你说直接把窗破了。破完之后，人直接给拖出来的，而且他不跟你讲武德，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你如果看到 IC 我们的车子跟相关的服饰你一定会躲起来嘛，所以我才不让你特别有警觉。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当事人怎么说 ？Daniel 他说：“我原本想说四下又没有什么其他人，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些根本没有标记的车子，也没有警示的车子。突然间呢，我本来以为说我是被人家抢劫了，我是被人家掳人勒赎，像黑道一样，因为这些车子完全都没有标志。”他是下来之后，你才发现他穿衣服，穿这种我们讲相关的制服。最后他跟你讲说，有这个人无照驾驶而且呢，他有相关的非法入境的前科还妨碍执法人员所以直接让你驱逐回去墨西哥，没有再跟你客气。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民主党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很反对这样的行动，甚至呢表达说我拒绝跟这样合作。就你知道吗？曾经在麻萨诸塞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伍斯特市。那这个市长以及他的州都强烈的表达这样反对的意愿，结果被人家发现，在逮捕行动影片里面他去抓一个叫做奥利维拉的一个非法移民来照了，这是谁 ？Please， 最后发现嘴上说我不配合，我反对，结果实际上当真的抄下去的时候，还是15个警察乖乖的配合跟着嘛。对，而且呢，我们讲因为这个东西它很可怕。他的女儿还一路去追这台车子，因为他本来想说，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他不知道这是谁就说什么警察跟这些 ICE 的人突然间开始来抓人，所以女儿还在那边追打扭打结果这些相关人等来闹场的全部都逮捕起来。你有没有看到1个、2个、3个、4个、5个，包括他的家人，包括女儿，你敢闹的，我全部都把你逮捕。所以你知道吗？甚至现在这个政策扩大到什么程度？学校跟我们讲法院以前这个叫做禁区，什么叫禁区呢？就是你不可能跑到学校里面去抓人，你也不能跑到法院里面抓人。现在可以了，对，因为原本你如果要去法院抓的，你要相关的刑事逮捕令，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这5个探员在小学对面原本有一个叫做木匠的，有一个木匠他叫做亚历杭德罗，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他当着一堆小朋友的面，就直接把他压制在地，那小朋友都在尖叫，想说发生什么事情这边叫，但他不管。而且甚至把他衬衫给撕破，那校长你知道也不敢得罪，就说赶快大家我们回到学校里面疏散了。所以换言之，他们现在已经硬到铁血到，我管你是什么学校，我管你小朋友在看，我要抓给你抓，甚至有在法院都变成逮捕的对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移民都会去法院办一些相关的想要合法化的事。对，你想要变得合法的公民，对不对？所以你要去跑法院。对，但你跑到法院一半的时候，我就把你压着。所以他直接在法院直接把他逮捕，这也太夸张，直接冲过来，人他都直接倒嘞。对，直接把人给撞飞。而且你看你看这样子，你哪知道他是 ICE 的？对，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被谁抓因为为什么？他就知道潜伏。等于说他都有情资刻意来这边抓，但是原本过去都要有所谓的逮捕令跟法院执行令，现在都不用了。为什么？因为川普就跟你讲，这些人我就是要抓到底，甚至你知道更硬到什么程度吗？比如说康乃狄克州也有10几个 FBI 联邦探员的特工，就坐在这边 ICE 的特工就在这边跟你讲说，来欢迎你们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所以你想想看，你如果这是非法移民，你的心里会干嘛？你压力会非常大。
因为随时随地的人都觉得好像有警察在看着你。对但照我必须坦白讲，这是必要的手段，因为在美国最近发生一起非常残忍难以想象的一个事情。他在一个汽车旅馆，那在这个汽车旅馆里面呢，有一个外籍移民叫做马丁内斯。那这个马丁内斯他其实他老板也没对他干嘛，他老板走过来，然后因为他旁边有个女翻译，他就不跟他讲西班牙话，他就跟那个女翻译讲说，你叫他那边清理干净，洗衣机修一下。结果你知道吗？他老兄可好了，他觉得你在侮辱我，你明明就可以跟我讲。你为什么不要跟我讲？对，透过别人跟我讲。你明明会讲西班牙语，你可以直接用西班牙话跟我沟通就好，但你还用翻译，所以你瞧不起我嘛？就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干嘛？他当时在妈妈跟女儿的面，拿着一把刀，开始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从沿着走廊道一直追，最后这个人已经倒地了，他还在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对，你知道他砍到什么时候才甘愿吗？他把他头整个砍下来。真的假的啦？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开始踢足球。他把他的砍下来的头当足球开始在那边踢，对，一路就这样踢，然后踢到哪里你知道吗？踢到垃圾场，然后最后呢再手把它捡起来，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所以你想想看，就是有这种外籍移工，非常的暴力，非常的粗暴，根本就是美国内部呢社会的隐形的杀手，甚至隐形的隐忧。所以对于川普做这么铁腕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些非法民营，也是他情有可原。玉凤，川普也真的太狠了吧？为什么说狠？我们之前讲。他针对委内瑞拉事情，我们常讲，第一次9月2号的时候，这攻击根本就是炮弹打小鸟。结果打完一次之后不够哦，第二次9月15号，白宫又发了新影片上来，我就是针对你委内瑞拉来打击，我就针对你的总统打击，我就是针对你的毒枭打击。好，这个画面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第一次，其实它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还记不记得是一艘快艇，快艇在海洋上快速行驶的时候，嘣！被炮弹极致的一个精准命中，对。然后今天在这画面，我们再看一次，这是第二次。在第二次来讲的话，就有更多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艘它并没有在行驶当中，然后呢，这个他果然说这个东西是个渔船，但是不管对美国来讲，我说你这个是运毒船，那你就必须是运毒船。对。然后呢，不管你有没有在淘气的过程当中，我要打你，我就直接把你打掉。打完之后呢，那当然委内瑞拉又很生气的，然后呢开记者会来说明嘛。但是呢，没有人在管他，因为川普说了，你们在啰嗦。接下来重点是我不排除发动陆地战，歼灭来自委内瑞拉的贩毒集团。真的假的啦？反正现在来讲的话，在川普的眼里，你只要在他们下面移动的委内瑞拉的船籍。都是贩毒的，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过去来讲的话，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地方，反正出来之后呢，就丢包之后呢，里面有 cocaine 有芬太尼，然后就有人把它拉走。现在除了在海面上面的话，直接发射炮弹来打击你，你知道吗？美军现在部署加勒比海要剑指委内瑞拉，你觉得你今天马杜罗在告诉大家那个是渔船，那个是捕尾鱼的，对美国来讲没有那么简单。我除了发对空对地飞弹来打击你的话，你知道吗？他现在既然在这个地方，其实他原本已经是怎么样关闭的一个基地，他现在要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在波多黎各这个地方放哪里？放了 F-35，对，放 F-35，我的老天啊！你 F-35竟然要去打击委内瑞拉，然后呢，还放了什么？还放了 C-5，还放了 C 妖拐这些。运输机你都把它给布置好，那布置好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奇特？因为以前你把这个军事基地给关闭了，那表示说呢，你应该用不到它了。现在来讲的话，慢慢的把这些海军基地全部重新弄下来，那你的加勒比海，你是不是美国的手已经伸下去了？对，而且你把F-35放在这里，这个够凶了吧？然后再看到它的这些配置图，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来讲，各级的一个军舰。全部都放在委内瑞拉的周边，我告诉你，马杜罗你也跑不掉了。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呢，现在你最好乖乖的把你的党羽给交出来。你不交出来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 F-35真的飞到你的领空，或者是你任何你的飞机起飞之后呢，啪啪，我就直接把你给打下来。玉峰，你看到这一张图真的太吓人，这完全是什么？这美国在秀肌肉。今天这个东西，不管是战机到舰艇，放在哪一个国家。都是可以灭国的，结果
你就开到了委内瑞拉去对，了。你现在把它放在波多黎各，然后对着委内瑞拉，那你就想嘛，委内瑞拉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川普这么样的生气？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故事。川普就不喜欢你，他支持的是另外一个，对，所以呢，他觉得你的选举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来针对你打击，然后呢，封锁你，没有办法让你的持有来用美元交易。那你就想嘛，那委内瑞拉要怎么办呢？日子还是得过下去嘛。所以你知道吗？他们竟然变成了以毒养政府。委内瑞拉的政府竟然是一个大型的 cartel 其实是一个企业用语，就是说我们几个企业我们把它联合起来变成一个集团。可是你有想过一件事情吗？当一个国家的总统，还有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的院长，还有一个国家国防部长，大家一起来贩毒，哇，那这件事情听起来你会觉得很吊诡，对不对？对。那你想想看，你在你自己国家搞也就算了。你在委内瑞拉搞也就算了，但你知道吗？这些 cartel 弄去哪里？他杀到了美国去了。他竟然进到美国里面，然后呢，只要看到哪个地方有利润，他就弄进去，甚至呢，在美国境内把一栋大楼据为己有。对，哇，对美国人可以接受吗？你贩毒已经很过分哦。就是现在画面中的这一栋，就是他们直接占走的。对，他就把你占住。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你除掉他，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对委内瑞拉是没有容忍度的。那你就想嘛，马杜罗要怎么处理？马杜罗看到人家在海面上攻击你2次，你还不宣战？对。但是呢，你敢不敢宣战？我不敢宣战啊。没关系，但是呢，我对外不敢宣战，我对内总是要来处理吧。但是我没看过这么软弱的处理，你知道吗？现在来说的话，他们要干嘛？要来阅兵，然后呢，要来训练他们使用枪支。但是你看这个画面。你不要说你对美国宣战啊，你敢去打毒枭吗？你这个东西，你看在这个画面看起来虽然是个摆拍，但是我觉得偏弱。你这些枪支，然后呢，大家你要摆拍，你至少你的服装、你的装备，你至少弄得好看一点嘛，你至少把这个磅礴气势给弄出来吧。所以大家其实也看透了，委内瑞拉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用毒品来养你这个政府。如果你不要陷入到美国，你不要把这些 cocaine 还有那个芬太尼送到美国去的话，你或许马杜罗的政权还能维持。但现在你这些画面释出来的话，你对美国叫嚣，我觉得川普应该很快就会处理你。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